结束了3天的纽约行程，我们准备自驾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早上9点从酒店退房，步行去租车公司，大约是20分钟，顺便逛一逛纽约早上的街景。VPN? They're selling VPN there. 这次租车一共是3天，从纽约租车到布法罗机场换车，一共是3021元。那美国租车一直都是又快又方便的。租车的这个平台是 Alice。我们现在去拿车。I'm gonna pay here, right? We see a contract. 他们两个在验车，验完车之后就可以开啦。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租了一辆车，是一个 open car， 雪佛兰的一个 open car。第二次来的时候租的是一个路虎，比较大那个。然后这一次租了一个很便宜的日系车，觉得什么车都 OK， 而且是越低调的车在这里可能会觉得越安全。哇，我们现在租车啦 ！You drive in New York。我们现在去熨斗大厦。纽约的熨斗大厦因为它的外形像熨斗，所以得了这个名字。纽约的街道，纽约的街道真的每一条道都很宽。那个熨斗大厦跟武康大楼还有武汉的一座楼很像。This building is like iron. The first building using the iron. 熨斗大楼是1902年建完的，是当时的纽约最高楼。At that time, that is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New York. 它也是纽约最早的摩天大楼之一，它用了当时还比较新的这种钢框架结构。这个就是熨斗大楼，还好没有来，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封住了。我们都知道北美的风比较的大，纽约因为高楼很多，街道之间呢常常形成这种风道，所以风特别大。这座大楼刚好是位于百老汇和第5大道的交汇处，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三角形地块。建筑师也很聪明，把这个地块的限制变成了它的一个特色，建了一个这种三角形的大楼，正好呢可以抵御这种风力。那现在这幢大楼呢，已经成为了曼哈顿的一个地标之一。之后我们去酒店取行李，准备出发去尼亚加拉大瀑布。哦，导航显示是6小时30分。20 minutes, Bali. If I drive, it's gonna be a little fast. 还好加拿大那边的日落时间是8点钟，到了之后你可以在大瀑布附近转一下。我和老公自驾的行程呢，一般都是他先开，我开中间，他收尾。6个半小时的行程，我大概会开2个半到3个小时，他会开4个小时，这样换着开呢，大家都比较轻松一些。我还是蛮喜欢自驾游的，在时间的掌控方面会比较的自由。那在美国高速上面开车呢，大部分的车都是很讲规则的，最内侧的车道是超车道，一般只有需要超车的时候才会加速的开到这个车道上来，超完车之后司机都会主动自觉的回到第2车道，速度更慢或者是大货车呢则会在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在中国的高速上，我经常会看到特别慢的新手司机和一些小型的面包车，他们会占据内道，完全不管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每次在美国开车我都还是蛮感慨的。这样的开车方式呢，它可以比较好的减少高速公路的一个事故，可以大大的提高通行效率。如果你也喜欢自驾，也有计划来美国自驾游的话，我觉得这条规则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午在 DQ 的冰淇淋店买了汉堡跟薯条，来个 burger 吧，然后再来个 chicken。哈哈 ，get it。还是要不走。每次他选的喝的都是有一种烟草味儿哦。从纽约到尼亚加拉大瀑布6个半小时的车程，整体的路况都非常好。穿过一段高速之后呢，会进入到类似于美国的一个乡道这样的路。那旁边呢，看起来就有点像是美国的农场，美国农民住的这种房子、开的车，还有他们的农场，整体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富庶。导航显示还有30分钟的样子的时候，就看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这个路标，但是这个时候路上已经全部都是大雾了，能见度也很低。This is for 那我们订了2000块1晚的看瀑布的景观房。我不知道这样的阴雨大雾天会持续多久，但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无奈。但旅行就是这样子，虽然我们都提前计划好了，但是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要看天气、看运气的。开车到了 Canada 的 side， 现在要过海关。我老公特别的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拿韩国护照有什么好紧张的 ？Why are you nervous？我老公他比较担心美国租的车能不能够入境加拿大，大概排队排了10分钟这个样子，我们就到了海关。
Don't be nervous, okay? 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下车的，在车里把护照证件、酒店预订单给海关看就可以了。他大概会问3到4个问题，就让我们通关了。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过路费的地方。就几分钟就过来了，这个是我们要交出纳的 fee 的地方。很快他就问你住在哪里，你要去干嘛，你是来自哪里的，去几天，然后是不是回美国。我们说是的，就让我们过来。Welcome to Canada。护照上面敲了一个 Canada 的章。Canada。First time to be here, wow. 刚刚我老公非常紧张，说是阴天，什么都看不到，他快哭了。然后我说，他要相信我，我是一个晴天娃娃。大瀑布附近的酒店，我感觉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那这一次订的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万豪酒店及水疗中心，但是呢，这家的停车不是很方便，需要停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停车场。前台给我的第一间房是走廊尽头的这一间，窗户是有窗棱，不是全落地的。哇！Oh my god！ 层高和景观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窗户，就要求去跟前台换了一间。哇 ！Amazing！ 新换的这个142房间是落地窗，它没有这种窗棱的遮挡，视野感觉会更加的开阔。加拿大这一侧有瀑布景观的酒店还是有好几家的，最终比较完之后，我选择了这一家，是因为它能看到瀑布的一个全景，而且视角是平视的。这种平视视角的房间也特别的多。那有一些其他的酒店，它的窗户是和瀑布成一个斜角的，我觉得拍照看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有一些酒店呢，前面会有一些遮挡物。那在窗边拍了一下照，我们就坐小火车去瀑布边了。我们的酒店，小火车的往返费用是7+元。在小火车里面俯瞰这个瀑布的感觉也是很棒的。下了小火车之后，穿过这个 Table Rock 有一个小的通道，再下一层电梯就能够推开门，直接到大瀑布的旁边了。好像很多人在那边看。One people was survived. At the time, it was about 100 years ago. One woman was in the drum, you know, drum. And then? She was inside and they fall down like a force. And then? She arrived. Really? Oh my god. It was 100 years ago. Wow, honey. 整个大瀑布附近的印度人真的是超级多，我真的不知道加拿大现在这个印度人怎么会这么多呀！我以为自己到了恒河的大瀑布。尼亚加拉大瀑布它位于北美洲，跨越了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这个边界，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瀑布之一。一般来美东和美加的旅行呢，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尼亚加拉大瀑布它也是世界7大自然奇观之一。那大瀑布的观景台让人体验非常棒的是，几乎是在1米距离内就可以看到大瀑布的顶端，水流从平缓的尼亚加拉河瞬间倾泻而下，这种壮观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当你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耳边充斥着瀑布咆哮的这种巨大的水流声，无尽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水幕，还有浓密的水雾悬浮在空气之中，根本就散不去。这种视觉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靠近瀑布，水雾扑面而来，凉爽的水滴打在脸上，让人瞬间感觉到了大自然的这种威严和力量，真的在这里会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撼。太阳出来了，站在这里，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人与自然近距离的这种对话，是一种无法忘怀的体验。瀑布这样一圈，然后中间有雾，我以为没有了，然后我走到这里来，发现它这里还有，然后那边是 US side。
眼前的所有景象真的让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大自然的磅礴力量。马蹄瀑布大约有2/3的部分是属于加拿大的，其余的部分属于美国。Oh my god！ 掉下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因为其壮观的水量和宽广的瀑布面而著名，应该算是3大瀑布之首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总宽大约是有1200米，其中马蹄瀑布的宽度有670米。总的来说，尼亚加拉大瀑布这种巨大的水量、宽阔的瀑布面，还有垂直高度的落差、令人震撼的景色，都让它成为了全球7大自然奇观之一，确实是值得到此一游。我们今天选了一家越南菜餐厅。我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边找了一家越南菜。大瀑布边有一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本来是想预定那里，但是因为我们到的那天是一个周末，它是已经预定满了。如果有计划去吃吃看，然后看看大瀑布的这种夜景的话，大家是可以提前预定的。就是他给的那个香肠。是金丝吧 I think so。我们就随便找了一家越南河粉店，这是一家越南人开的，这味道非常的正宗。吃完晚餐回到酒店，我们在房间里面就看到了大瀑布的这个灯光秀。那今天呢，决定早一点休息，准备明天更精彩的瀑布之旅。如果想看乘船深入大瀑布，探访瀑布的内侧，记得点击订阅，下一条视频我会加速做出来的。哇哦！